那我可以先来分享小兰就吃的就是我不在乎钱多少，直上最高哈。来告诉我们你的东西有什么？我的特上呢是除了基本套餐以外，还加了双倍鲑鱼，然后双倍雪场蟹肉，双倍海胆。欢迎来到男女诚实说。欢迎回到我们这个东京系列的饮食篇，我是培生，我是小兰。小兰，我们这一趟去东京呢，吃了很多有意思的餐点。有些呢，因为我其实是不太喜欢找所谓的 IG 打卡名店，又或者是那种网红推荐的店所以呢，我自己在找这个东京这一趟旅行啊，要吃什么的时候，我首选当然是从这个 Tabelog 里面去找的，或者是在 Google 里面呢，路上看到先看一下评价 ，OK 就进去了，以不排队为最高准则是我的这个原则，以巧遇为原则。第一天吃到一个意料之外的，很优秀的一个甜点，没错。好，那这一家呢是我们在元素啊，已经很晚了，9点多的时候，对他们要打烊了，所以呢，我们在元素逛完街啊，就准备要回程的时候，就经过这家店。我们其实，在下车站就是去逛街的时候有看到，那时候排很多人。那我们先告诉大家这家店是什么？这家店叫 Ringo，就是苹果的意思，没有错。那 Ringo 呢，它是专门卖什么的？请介绍一下。卖酥皮的苹果派，没有错。主打的呢就是卡士达酱，然后加上苹果这个亲生零情苹果所这个制作的内馅，然后它的派皮就是用那种千层酥皮去制作一个方形小派。他说他有主打144层所以吃的时候就一直掉一直掉。没有，就一直掉那个馅，然后那个层数越多，就代表它的奶油就用的越多嘛。OK， 那这个东西呢，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当时经过好多人在排队，其实我不是很想排队，可是没想到刚好在回程的时候又经过了，还没关店，大概有2个就是下班的上班族在买。然后呢，我就想说，既然还没关，然后又可以不用排队就进去就买，而且是上班族大叔对，是手机上我原本没什么兴趣就即便第二次看到，还是没有，然后想说对不对？大叔都在买了，我去吃吃看。没有，大家都知道嘛，日本的这个男生们自己的偶包比较重啊。有一个说法说，之前好像在讨论过，就男生到底可不可以自己去吃甜点店，他们都有引发一阵讨论。那当然，其实呢，在台湾没人在乎大叔吃什么嘛。可很可惜的是，进去的时候果然品相已经剩不多了。所以我们这一次能够吃到的呢，就是它的抹茶口味是他们新的这个特殊口味，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草莓覆盆子卡萨酱，就是他们最原主的这个口味嘛。那个其实是这2个是期间限定的，期间限定的，我们刚好吃到的，就是它在产季的时候才会有。对，那我们原本有想说要不要买一盒，它有那种小一口酥的大小的这种礼盒版，都卖完了，基本上抢不到。我大部分都是买原主的这种礼盒版，对，马上就卖光了。但没关系，虽然这一次没有买到，我觉得我就有一点遗憾，很好，之后还可以去买。但是我们这一次，你觉得它这个东西特别让你觉得好吃的点是什么？我觉得最打破我印象是，我一直以为苹果派都会有肉桂味，他们家其实没有肉桂味。没有错，因为像你讲这种苹果派比较像是麦当劳或是台湾一些咖啡店里面会出现的苹果派里面加很多肉桂糖浆去炖煮，让它变得有一种很标志性的味道出来。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吃到其实我觉得在日本很多苹果的产品不一定会强调肉桂，他们可能更强调是苹果本身的酸甜味。因为我吃比较少，所以我就觉得比较惊艳。派，你觉得你给它几分呢？我给它10分吗？10分吗？满分10分，满分10分，你给它几分？我给它8颗星。给它8分这么高分啊！那重点是因为我们冰完之后还很好吃。对，没错，我这就讲到一个重点。其实我们是买完当下想说回旅馆吃，可是你知道回旅馆后又去这个便利商店。又买了一些喝的、一些吃的，有没有？你吃完你的宵夜，基本上也没有胃口再吃那个，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放了冰箱。结果隔天回来又忘记了，因为想说隔天早上可以当早餐吃，忘掉了，就一早急急忙忙又出门去。到隔一天的晚上11点才发现shit， 我们还有这个东西要吃没想到呢，从冰箱拿出来。吃一口，哇，它那个皮还是很酥，它里面内馅也并不会有那种冰箱的这种水垢味。你知道有些东西只要冰久就有一个水掉的感觉，而且它的酥皮没有轮体，对，它没有那个湿气，所以它保持很好的一个调性所以我给它的分数呢也会是8分左右。那以这个买回来放家里冰箱，我觉得你甚至放到第3天呢，都还可以吃到很合理的风味和口感。那你当下是绝对是最好吃的啦。但是要提醒，就是苹果派
还 OK， 但是如果它上面是我们的那个抹茶，有那个团子的就不行。那当然，麻糬这种东西受制于物理限制，你把它冰过的话，就像珍珠粉圆，你放冰箱隔天，你那一杯波霸奶茶也会变成那个硬邦邦的奶茶。还是赶快吃掉，赶快享受它。如果你是要买有团子系列，就当场吃掉，不要像我们一样放到隔天才发现这个惨案哦。好，那我们吃完这一家店之后呢，我们下一家推荐给大家的店呢，就是阿夫利。阿夫利呢最有名的就是柚子拉面，这也是小兰上一次没有吃到心心念念的啊，甚至吃了泡面后对它更加的憧憬。可是呢，实际吃过之后，小兰好像没有那种感觉哦。我那时候觉得说泡面好像比较好吃，泡面，我觉得是因为你带有一个那个，我太有期待了。对你有一个憧憬的一个泡饮滤镜在上面，没错。然后你吃泡面的时候想说，哇，泡面已经这么高分的话，那真的应该会更高吧？实际上，就是拉面就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对。那这一次呢，我们吃的分别是柚子辣味拉面，还有柚子盐味拉面。你是吃辣的吗？我吃辣的。你吃的是招牌。对。那我自己个人，我先讲，因为我对它没有滤镜。我认为阿夫利是大家可以去排，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排1个小时的话，也不用，就不必去排队。但必须老实讲啊，所有的阿夫利店都排满了外国观光客，全部都是外国观光客，所以基本上很难碰到不排的状况。even 我们是平日去也是一样排爆，但几乎都没有日本人在吃。对，没有日本人。我们记得那时候排的时候，前后左右都是欧洲啊、美国啊，只有我们后面可能是中国人这样子。对，反正就是绝对是外国人在吃的店。所以他们店内呢有一个优点，就是为了外国人，所以它里面贴满了各种语言、标语。然后呢，所有的交易行为啊，以及他们引导方式也都很热忱，就对外国人不会有一种不耐烦感。没错。而且他们体谅，就是反正来的都是外国人，就是外国人了，所以他们不会只用日文跟你交谈的。OK。那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嘛，日本人吃东西会比较快，外国人吃东西会比较慢一点，因为他品尝嘛，旅行都会花一点时间在品鉴聊天，而且团体会聊天。对，所以尤其他们并没有那种我们吃的那间是元素的店嘛，所以并没有所谓的一桌一桌的，它全部都是吧台座位。所以一旦那边有人开聊呢，那后面的排队人龙长度呢就越来越长。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想吃的话，你就早一点来，在开店前就先去排，抢第一波会最好最有效率。不然的话，你后面再排，我们那时候是中午左右去排的，大概1-2点吃饭时间。对，你大概排了大概30分钟，快40分钟才进到店里头。而且你知道拉面就是一碗，吃完就没了啊。通常你就是赶快就走了嘛。我们吃超快的。对啊，我们吃大概实际坐下来吃15分钟解决的东西，但是外国人可能吃20分钟、30分钟，慢慢这样讲。而且我们还点超多。那我们除了点拉面，我还要点他们那个饭啊，就是它有一种类似于台湾的肉燥饭的东西。对，他们是那种油，就是猪油渣加上那个有点肉燥感的东西。它有肉块吧？对，就是切成肉块的这种，就是肉燥，就是肉燥。那这种日式叉烧肉燥呢，我老实讲，我觉得它的风味并没有特别值得一吃，可是它的优点是什么？是让你可以跟着汤底吃，因为它本身就比较像是你吃一兰拉面，你在吃完你的面团之后，再点个饭，然后加个叉烧，可以组合成吃一个汤泡饭，所以它可能是就这个组合让你去淀粉饱餐一顿啊。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你今天很饿，然后你预算很不高，可以试试看，因为这样吃下来大概2000多块钱。可是阿夫利这个拉面呢，我觉得是相对单价比较高的。单价对啦，跟日本因为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拉面大部分会落在1000块钱左右，有些500块钱、800块钱就有，所以呢，它的单价也会比较高。所以我其实原本把它的标准也放比较高，但实际上吃下来，我觉得它大概落在7分、6分左右，在6.5分，就以这个拉面口味。那如果你真的是拉面爱好者，我应该是不会是吃这个的。对，而且其实它汤头不会很重，它就是可以喝的汤。所以对于喜欢拉面的人，可能会觉得它很不像正统的拉面。我觉得它比较就是跟一兰是一样，他们都是那种同质化，是否所有人都可以喝、可以吃的一个拉面，中性的口味，是要把拉面推广到国际，所以它是充满各种妥协的一种产物。如果你今天是个日本人，你要强调是二郎系。完全不一样，要那种无敌加英流牛骨牛油要加到爆，或猪油加爆那种，那就不是。就先排除掉再加吧。对，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以台湾人的口味来讲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就6.5分。那你自己给他几分呢？我给他5分。
那你实际吃完呢？你给那么低分啊，不及格啊。就还好啊，因为我可能跟我最近比较不喜欢吃拉面，可能也有关系。那可能是因为你的口味在改变。太个人口味，对。那你当时连1-2年前的你呢是充满垃圾食物，现在已经是比较健康这样。没错。那你自己觉得说，那它实际上和你想象有哪些落差？因为吃辣味和我不一样，大家应该都吃我这种柚子原味的话，就会大概可以想象那个味道，就是有柚子味道的咸味拉面啊。那你的部分辣味应该比较特别一点嘛？辣味比较特别，但我觉得，因为我吃你的柚子咸味，但我觉得其实我的辣味比较有柚子的味道，我比较吃得到。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那个就是盐味拉面，它本身汤底就够咸，它会盖掉柚子本身的酸味。对，然后我觉得辣味的又比较带出它那个柚子的香味。那你觉得那个辣味会辣吗？辣的程度10分的话，大概只有5分吧，一样就5分的辣度。也是比较淡口一点的。对，因为应该说日本的辣在台湾的人口味中呢，只能算是微辣。对。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嗜好吃麻辣锅的，或者喜欢吃一些麻辣香锅的干锅的那种类型的，喜欢川味辣椒辣料理的人呢，你可能完全感受不到任何辣味。对他们来讲就是小辣而已。没有错。其实我后来有在吃别家拉面，我把那七味粉加爆，或者是糖心子加爆，都觉得好像还是少一点。我觉得他们都是提香而已。对，提香并没有真的有辣度啊。那如果你真要挑战辣度，你可能要自备这个朝天椒小米辣。好，那我们吃完这个阿夫利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吃的第3家店。OK， 那我们接下来进到我们第3家店呢，我们这个吃的是海鲜冻。那这家店呢，已经在台湾已经有进驻这个品牌了。没错。那在那个台北的这个微风南山呢，就可以吃到。这家店呢的本名叫做日本桥石板海鲜冻。那这家店因为它的单价不便宜，所以台湾的讨论度比较少一点。对，就做的很高级日料的。对，所以它就是主打就是在最顶尖的海鲜，让你吃到最原始、最干净的风味。那整家店我们那时候到的是日本桥3月总站附近，就是3月有个原主老店嘛，那是百货，它附近有商店街，有点像商业区的地方。我们那时候是为了帮朋友买清酒去那区域，刚好经过了这条美食街，我想说哇，不想排队，整条街都没人排，而且它那条街很欧夏类，对，就是很商业区。怎么形容那条街？基本上都是信义区，对，有酒吧那一条是金色山脉那一侧。OK， 那就是很像一样的设置哦，就是两侧的道路，中间是一个很大的道路，但两侧呢都是店家。那时候看了很多家店嘛，我就被这个它的那个标题就写得很这个很中二，讲说最厉害、最新鲜的塞沟的这个海鲜冻啊，我想说哇，这么嚣张，我肯定要来试试看嘛。那这家店呢，就是只有一个料理，就叫海鲜冻。那在日本叫只有一个料理，可是台湾的分店的话有很多料理，可能因地制宜。还有小火锅。对，台湾的话有做很多这个它的菜肴出来，就是有结合我们当地的需求。但在日本，它就是一本决胜负哦，就是一个海鲜盖饭，完全就是靠海鲜冻这个东西跟你对决。那我们点的这个，它总共有松竹梅还有特上4种这个 level，那每种 level 对应上面的海鲜的料呢的量不同而已，基本上的配置都有。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说，我不想吃太贵的，你就去点一个梅，最便宜的也是1350块日元。那如果你今天想说，我就是钱多，我想吃到最顶的特上，也才3900块日元，就800多块钱台币。那我可以先来分享小兰就吃的就是我不在乎钱多少，直上最高哈。来告诉我们你的东西有什么？我的特上呢是除了基本套餐以外，还加了双倍鲑鱼，然后双倍雪场蟹肉，双倍海胆。OK， 那我自己点的话是比它次一阶的那个次2阶我点松的套餐。对，因为我自己个人呢最近有痛风的困扰啊，不能够吃太多海鲜啊，所以我就点那个海鲜量比较少的。好，那我来分享它基础上会有什么东西呢？它基础就有鲑鱼卵、尾鱼，然后尾鱼的骨尖肉，其实就是那种切成剁碎的尾鱼泥。对，它这里就是那种泥状的啊，那个就鲜味很足，那也是我们普林高的一种肉类哦。然后也会有虾子啊，听到虾子是这种天使甜虾，然后再来是海螺，然后松贝，
黑海松贝、鱿鱼还有飞鱼卵。那当然呢还有海胆啊，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象拔蚌，对，还有象拔蚌。象拔蚌那个口感很脆，对，很特殊，因为咬到。然后呢，我刚才讲是最基础的是梅套餐，但因为我是点松嘛，所以其实我的也有海胆，然后也有鲑鱼卵，还有那个雪场蟹肉，是加1倍这样子。对，就是呢，在最基础的之上再加一点新的东西上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不想吃太多海鲜的人，就点这个松刚好。那如果你是不想要太亏，你想要就是直上 all in， 你就点特上，绝对不亏。特上台币才800多块钱，我跟你讲，以台湾我在吃这种海鲜餐厅有没有？你点那种鲑鱼卵盖饭，就纯鲑鱼卵加鲑鱼哦，就要350块400块，没错。要有海胆又有雪场蟹，就要破千了，绝对是破千，而且那一碗还不小。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呢，你点的每一个冻饭呢，都一定会附上一个小菜，这个小菜就是生鱼片哦，它总共会给3片，给4片，给4片。对，那你可以呢前2片用生吃，直接当小菜吃，然后你后2片可以留着，不要先吃完啊。对，你先把你的海鲜冻饭的这个料啊吃的差不多了，吃了剩1/3的时候，就留一点饭，那你就可以请他来帮你加高汤，做成这个茶泡饭。对，它是鲷鱼高汤，没有错哦，那个也是非常浓郁、非常可口的一个汤品。我原本会很担心它会有一些腥味，对，因为你很怕鱼腥味，完全没有，因为它使用是比较不是那种红肉鱼骨啊，它就是属于白肉鱼、鲷鱼嘛。白肉鱼的这个腥味会比较少一点，就是清甜的味道。而且如果是真正的日本鲷的话，会很新鲜。因为台湾可能你有时候会吃到是那种比较鱼目混珠的鲷鱼，就会有土臭味。对，它不是那一种鲷鱼，完全不是。所以呢，那个汤头是非常甘甜的，而且是有点味噌味的，所以提味提得很好。好，那你再把这个鱼片泡进去之后呢，就可以吃到丝鱼啊这种半生熟之间的爽脆口感，然后鱼肉的纹理并不会太柴，所以是非常好吃的哦。好，那蒸过的鱼肉，它是用这个鱼温把它慢慢的熟成，对，所以它的那个嫩度还是保留，然后鲜味也不减。OK， 那这个吃完啊，你觉得说你对于这一间店啊，我们意外进去吃的这间店，你给它几分呢？我给它10分。你给它10分，那么高分？我真的是超爱这家店，真的是好吃到爆炸对，我就觉得很庆幸我没有走进去。那我们那时候就有问师傅说，你的海胆怎么那么厉害？他就简单跟我讲解，用他英文讲一下说这个是他们空运过来的海胆嘛，那就如同你讲的，就是海粪，那不是海粪，马粪，它是马粪海胆，那也是特别从北海道空运而来的，所以我自己会给他很高分数，大概是9分。但为什么不给10分呢？我相信呢还有更厉害的嘛，我们还是谦虚一点。好，但我不确定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的嘛，也可能不一定。那你自己觉得说你吃的那个 double 分量的值得吗？值得啊！你觉得就是要就上瘾了吗？要就这么多，因为喜欢吃海胆啊，吃这些料理的人，你就会觉得不会觉得胆固醇非常的高吗？那就明天再考虑，回国再考虑就好了。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要健康一点的话，像我的话有一些限制嘛，所以呢，还是就吃差不多可能松或者是煮就可以了。那下一家店是甜点。这家店是最近阿 Ken 不是开了一家那个甜甜圈店吗？对，那叫什么 Good Donut 吗？我忘记了，突然忘记。没关系。那我们这一次去的这个是 I Am Donut， 就是来自福冈的一家甜甜圈店呢，也就是跟阿 Ken 后来开的店很像。我不能说两家可能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但我只能说他们真的是长得很像，连整个这个美术、设计、视觉都很接近。是阿 Ken 像他哦。对，因为这家已经开很久了。对那这家这个甜甜圈不是生鱼片，甜甜圈店呢，是因为小兰你自己有看过，对。那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来自哪？那为什么特别想要去这家？它来自哪呢？我只知道它在日本有很多间分店，然后就会一直被 Reels 的短影片烧到。我刚刚才跟你讲，它来自福冈，你也太不专心了吧？它来自福冈。好，那你继续。然后它的甜甜圈，我觉得是因为它造型很可爱，然后所以我就很想要吃吃看，因为它是那种有馅料的，然后就会看起来有很多卡士达酱，就会很好吃。理论上，任何东西加上卡士达酱应该不会有难吃的。
包含车轮饼，我是卡士达派的哦。好，那这个呢，我们当时候呢就是去排队了嘛，你就买了一些比较经典的口味，但是呢，很多人推荐的反而都是没有酱的，它叫做这个生质地嘛，生地就是它原本最原味的那个，就是甜甜圈本体，就是说那个东西最好吃。但是我们并没有买那个东西，我们买有酱的。那实际上呢，我们去吃了，因为我们是逛了一整天后才吃它，所以理论它的酱呢已经把整个甜甜圈给泡软了。那老实讲，我觉得口感不咋地。那你自己吃完，你觉得它值得一排吗？我觉得我们排了20分钟可能要马上吃会比较好啦，就不能放，它不所以它是属于那一种不能够带回家吃的类型啊。我就你可能在2个小时内可能把它吃掉是风味最好，因为它的这个面团本体是属于比较软的派系，是那种软 Q 口感，快接近于这种麻糬。它不是我们台湾常吃的那种扎实甜甜圈双胞胎，你知道菜市场卖的那种，也不是美式那种蓬松像面包的口感，它就是在 Q 和软之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口感。那也因为它的质地如此呢，碰到湿润的酱啊，就很容易泡软，就会太湿了，就口感就不好了。而且它外面的粉就粘在上面，就整个就变成一团。那你自己吃完，你觉得它大概几分呢？那它我只能给它4分而已。给那么低分，你不是很喜欢吗？我看啊，因为我没吃过嘛，但吃完发现不符合我的口味，所以你这次算踩雷一次。但其实我可能真的不太适合日式的甜甜圈。因为像我之前有吃其他就是日本流行的那种甜甜圈都不是我的。你说日本的 Mr. Donut 吗？哎，那也不是我的。那我觉得它自己口感有点接近 Mr. Donut， 但是比它再更软一点啦。因为这个 Mr. Donut 它主打就 Q 嘛，以前那个玻璃丝啊。那我自己觉得说这个东西呢，如果今天不用排队，你可以现场买现场吃，那可以去试试看。那就不用特别回台湾去买 Arcane 的。但如果那边要大排，你就在台湾排就好了，可能味道差不了多少。快要过来了。对，所以其实过来之后呢，你就更不用去日本买啦。那我自己会给它大概是3分，不是我这个年纪的口味啦。如果你今天是年轻人，应该会很喜欢，很适合打卡，然后推给大家说，你看我买到了这个现在很流行的东西，有一种炫耀心态的话，你可以去买哦。好，那我们就简单带过它之后，就来进到我们的这个下一间店。下一间店是我们去真上寺啊，准备要去参拜之前呢，想说，随便找个地方吃个饭好了，因为那附近我们也不熟。那它是在大门站附近，大门站呢是东京铁塔的右下角，那个地方属于商业重镇哦，就有点像是我们吃海鲜冻的区域，只是不同的商业重镇感，也就是说公司行号比较多的地方啦，比较多上班族。对，没有错。那边也比较怎么讲？硬要形容的话，我觉得跟大安区比较接近一点的感觉。那整个氛围很不错。那我们在那里吃到什么店呢？吃到一家意大利面店。我后来呢去查了，那它这个名字太难念了，所以大家自己看底下，我有没有那么高，我会放下面。我会放这个字卡给大家看，大家就可以去查一下这家店哦。那为什么特别呢？进去这家店呢，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外面看了一下 menu， 它 menu 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呢，想说啊，我没吃过日本的意大利面，所以我们就去尝试看看。结果我原本是看它外面 menu 是有这个柴烧窑烤的肉，想说上面有没有可能吃到猪排牛排啊？没想到进去店之后发现它的午餐菜单呢，没有这些烤肉，主要就是卖意大利面哦。总共只有3个选择。那我们那时候分别点的这个烤猪肉的，它中午的时段的话会是3种面类料理，然后跟搭配1种肉类料理可以选。没有错。那点的是这个肉类嘛，我们点了一个猪肉，烤猪肉，然后点一个意大利面，然后主要是番茄底的，应该就番茄意大利面啦。那重点并不是说它有多好吃，而是它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便宜啊，它只要1400块钱，它的那个消费区段就是你点最便宜有1000块钱的选择，可能是吃那个自助吧，然后呢最贵1900就是点肉类。只要1000块到1900块钱呢，你就可以享受它的自助吧，然后加上一个它的意大利面的料理，还有饮料喝到饱。那它也不是说很马虎的自助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去日本吃东西的时候，你的蔬菜摄取量会降的很多。大家那边都不吃任何菜嘛，他们都是淀粉加肉、淀粉加淀粉，拉面配炒饭。
所以呢，我们其实那一天是第4天，是旅程的第4天，快要回国了。那我们对于这个蔬菜摄取的渴望很高，所以看到那个哇，有蔬菜自助吧，我整个开心，整个嗨翻啊！第一次看到沙拉吧这么嗨心啊！看到那些青菜好想哭，好想哭太严重了吧？那总之我们到那个店里头呢，里头大部分也都是三三两两做一些家庭主妇啦，或职业上班族啦，那并不是那种观光游客会去的店，都是日本人，完全就是在地人会去的店，所以价格很划算，很实惠啊，1900块钱，差不多台币也就差不多300块钱左右，自助吧太划算了。对，而且还有甜点，你知道吗？吃完还有一个甜点500块，对，要加500块就有，所以你这样吃下来一套呢，在台湾你可能呢要吃到这种吃萨莉亚也没这个价格，对，也没这个价格，还有自助吧，这一餐应该算是我们日本吃下来相对便宜的一餐，很便宜耶，但是它整体的氛围很好。对，它有一种很时尚的感觉。对，然后就很适合一起去那边聊天，朋友去聊天或聚会。对，可以待一整天。因为它里面都可以，它里面大家都可以聊天的声音都会有，但也不会很吵。对，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属于那种上班族那种下休息时间、中午时间一种小确幸的一个地方啦。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当然不是完全就推荐你一定要到这一家来。有到附近玩的时候，对，你可以在附近绕绕，那边有很多这种氛围感的店，然后很适合你进去就用餐。因为我觉得我不太喜欢找那种文青店，因为进去压力很大，它可能就是都很安静，你没有办法和你的旅游的不管是伴侣、朋友，又或者是家人们可以开心聊天嘛。这种店你就是稍微音量大一点的，也不会就不是说大吼大叫那种大就是你稍微用正常音量讲话，不会引来白眼。而且我很喜欢它的座位。还算多，但是空间不会很空间感非常的大。那家店虽然我们上去的时候好像有点窄但是其实空间相对开阔。对，就是日本太多店都很狭窄，没办法坐得很舒服。没有错，尤其是那种拉面店，通常都是肩并肩在做，赶快吃完就走。然后它其实还有个优点，是因为它的窗户这个位置不错，采光还蛮明亮的，并没有被高楼大厦挡住，所以你中午去的时候其实是蛮舒适的一个环境。可以看到下面的街道很可爱。然后整体的很温暖氛围感很好。但是这一餐你大概会给几分呢？这一餐我会给他8分。这么高分哦？8分。你的那个评分的标准越来越奇怪。看我的喜好就是你觉得开心，你就是给很高分。但因为尤其是我吃肉类料理，它的肉我是蛮喜欢的。我觉得它肉不行它肉很柴跟我对啊，就我们两个口味不一样。我觉得它的肉完全跟那个好吃的肉没有关系，它只能说是一个烤的还行的肉。还是我那时候太想要吃。我觉得你只是喜欢那个氛围，你就是想要成为日剧那种上班族，可以在很时尚感，然后很想融入他们，但分明就不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哇，我就是看你，反正你就是以貌取人的类型。没错。我实打实的跟各位分享，它的肉呢，我觉得你晚上再去点。中午的猪肉并不好吃就是它菜单会改变。像我们去的时候4月是猪肉，我看他们1月的时候是红酒炖牛肉。对，所以你可以看，我有看一下它那个菜单是每个月或是每周吧，不知道会有变化，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那重点是什么？它晚上会有那个烧烤套餐，那个才是他们主打的。他们其实是一个晚上的餐酒馆，它最主打的东西都是晚上。那白天呢，我觉得你经过呢，就用相对便宜的价格享受那个氛围就好。晚上你可以去那边爽吃爽喝还可以。所以以我们吃到的午餐的套餐的话，我会给它分数呢，大概就是5分。就是口味上呢，我觉得并不是特别需要你跑这一趟去吃。但是如果你今天刚好路过这种类型的店，看了一下 Google 评价有4点多颗星，就可以去吃看看。但不要报那种哇，这东西消喝价不可能那个东西就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那价格大家要差不差，就是那个价格还行的，就在200-300-400块。很便宜的啦。想一想，我好像要调降他的分数。不用，你给8分。好，那就是你是抱持着梦想在吃那一餐，我呢是抱持着一个这东西这个还行吧，但就是没有那么好吃所以大概5分左右。好，那我们来进到这个我们这一趟我唯有订的店这是一家鳗鱼饭店。为什么特别订呢？因为主要是小兰说我想吃鳗鱼饭。好，那鳗鱼饭呢，这个日本非常有名，可是呢鳗鱼饭那么多间我们要找到出一间好吃的鳗鱼饭不容易所以我那时候是找了半天，找到这个在Tabelog里头有3点多以上通常大家知道Tabelog呢3分以上，3分算是一个很好的店了，就是3分以上呢，3.5以上是真的是厉害。他们好严格，他们非常严格，不像台湾是4颗星以上才能进去。我们4颗基本。像在台湾判断的依据就是 Google 4.0以上呢就是合格线。
在那边的话就是 3.0 是合格线，然后 3.5 以上相当于台湾的 4.5 啦。好，那这一家店呢叫做炭烧蛮富士有乐町店，它是个分店，它本店不是在东京啊。那这家也是算是蛮悠久、很有名的老牌店了，所以呢还有被列入这个塔贝洛格百名店里头。而且他们预约很难吃到。对，没有预约，基本上你就是要大排队。那因为店里头的怎么讲？这个桌数呢也比较少，然后有一些包厢会比较贵一点，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游客去排的话，只能排外面的桌数的话，会相对要花一点时间。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还好有预约，我们那时候看店的旁边有3-4排这个板凳，坐满了人呢。对，坐满了人都在排队等着进去用餐。那还好我们有预定，所以不用排那个队。那它的单价呢，如果是以这个一个鳗鱼饭的话，大概落在4000到5000左右，看你是点白烧或者是酱烧。那如果你点的是一个 set 的话，那就会到5-6千以上。所以呢，4-5千吃一个鳗鱼饭，相当于1000块钱吃鳗鱼饭。那个鳗虫呢，大盒的大概1-2千块钱啦，1000多块钱台币，也是不便宜啊。因为像台湾吃的话，你吃什么肥前屋嘛，那大概也是300-400块，就400-500块就可以吃到。但肥前屋是比较平价的，对，是比较平价选择。那这一家店呢，我必须老实讲，就是单价偏高一点，但也不是说不能接受，还能接受的价，就是那种啊，来都来了。你想要吃一点好一点点的鳗鱼饭的话，对，那小兰，你当时候呢，我们两个各点了2种不同口味，一个是白烧，对，就是所谓的盐烤，它是火烤鳗鱼特色。对，没有错。那我点的就是最单纯的，就普烧系列，就酱烧的鳗鱼特菜的。我们都是点这种定时预膳的，所以呢会有附赠的一些小菜，其中就包含了生鱼片，然后还有一些酱菜、腌菜，然后茶碗蒸，还有那个汤嘛，例汤、蛤蜊汤。那我们自己吃下来心得会觉得，如果你今天预算有限，但是想尝试的话，我会推荐大家不用点预膳，你就是直接点鳗鱼饭就好，鳗鱼盖饭就好。对，你就点个鳗虫，那或者是直接单点这个白烧鳗鱼饭也可以。因为它的这种配的预膳的这些小菜啊，并不是特别让人惊艳。那生鱼片很好吃，很新鲜，但我会觉得就是中规中矩的味道，鳗鱼饭才是它的本体。所以像我们旁边约会的年轻的日本人呢，通常都只会点一个鳗虫啦，或者是一个盖饭，很少就点像我们那一桌御膳。而且那个御膳啊，其实正常女生来讲吃会吃不下，因为量太多太大了，而且它本身附的饭的量也是蛮惊人的，因为它会让你最后还做茶泡饭，所以它量就很多。所以我觉得你就专心在鳗鱼饭味道上面的话，就点它的鳗鱼就好了。好，那它这个店呢，你给几分呢？好，我要给大家到9分。给9分吗？刚才给了8分，所以我才想说要不要调整。你现在第1名是海鲜冻，气氛吧。第2名是这个鳗鱼饭，第3名是就是那个意大利面。那个标准好像有一点奇怪，人家这2家店可能会生气，为什么他第3名是意大利面？那种等级好普通，快乐啦，氛围满分啊，这个是好吃。有些人都讲嘛，吃东西要怎么样，色香味嘛，所以你是以色为准，环境也很重要。好，那你告诉我们，你给9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吃过除了蒲烧、酱烧以外的鳗鱼，然后而且我其实在点的时候我有点害怕，我原本想说不好吃的话就给你吃，因为我怕鱼腥味。OK， 对，然后可是它这个白烧的鳗鱼超好吃，超好吃，很有那个吃得到鳗鱼本身的香味。没有错，大家都知道嘛，有个说法是说，台湾养殖鳗鱼通常是最好、最肥美的会卖到日本去，那日本当地的养殖最好的鳗鱼也会留在自己本地卖。所以鳗鱼这个东西啊，很重要是什么？就是它的种苗，还有它的养育的这个有没有够肥。那够肥呢，烤出来鳗鱼本身自带的这个油脂香气，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好好吃。它的脂肪呢，还有它的这个肉质都非常的嫩，然后香气也非常的足够。even 它只是用盐烤哦。它也可以把鳗鱼本身的那个味道带出来，而且并不会有任何的土味。那你知道台湾很多鳗鱼做成酱烧是会泡在酱，就直接烧进去那个肉里头了，所以就只有吃到咸甜的这种酱汁味。但我在这一家我吃酱烧口味呢，它的酱仅留在表层，
它内里头还是鳗鱼自带的油脂和香气。那个鳗鱼会有厚度对，因为它是很肥的鳗鱼，那个是跟它选的这个大小是不一样的。但重点是什么？是它的调理方式是以炭烧为主的，然后再去泡酱，就是经过反复的泡酱、炭烧、泡酱、炭烧，会烧出一层薄脆的酱料壳。所以那个壳呢，只停留在表面，并没有完全烧进去，不会烂掉。你不会因为那个酱料太咸而吃不到鳗鱼的味道，这是我觉得才是吃一个品鉴一个鳗鱼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你能不能吃到鳗鱼的肉本身的香气、油脂的香气以及酱料的香气。那酱烧我非常推荐，很好吃。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习惯台湾蒲烧类，你在这里吃这个，你会得到另外一种层次的快乐。但是白烧有什么优点呢？白烧本身没有酱料，它只有盐。可是啊，因为鳗鱼本身具备了香味之后，你再搭配它附赠的山葵，一样就是 wasabi。那这个山葵是指那种手磨的哦，不是你去台湾那种荧光，不是荧光绿，是那种芥末，是山葵哦。你配着它会吃到山葵的甘甜呢，同时啊，鳗鱼本身的那个油脂感会转化成一种甜味，它不是纯粹是油腻了。因为你直接吃，可能吃久还是会有一点，好像有点油。可是当你今天配着山葵之后，味道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配它的山葵，尤其到这种店，价格那么高的店，它的山葵都是手磨的，很好吃，试试看。非常推荐给大家。所以这两款，如果你要我选一个，说，第一次来到这个现场，我想要吃鳗鱼，而且我是喜好鳗鱼的人，我会怎么推荐呢？我会推荐你吃白烧，因为酱烧呢，多多少少你还是会因为酱烧你就没办法享受那种芥末山葵搭配鳗鱼带来的这种层次的风味。但如果是你觉得说，我不喜欢吃 wasabi， 我喜欢吃这种酱烧鳗鱼的这种类型的话，重口味的，我喜欢重口味的，那你就点酱烧。但还是推荐大家能够尝试白烧就尝试白烧啊，能够如果觉得白烧对你来讲，我觉得看起来有点淡，我不想吃，我觉得还好，那你就可以吃酱烧。OK， 那这家店我会给他几分呢？我会给他大概8.5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呢，这家店固然有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烤鳗鱼，但是啊，就是在用餐的氛围，因为店太挤了，因为有时候停那一条，它有点下沉，所以会很矮。没有，是因为那边本来就是一个特色的这个桥下的地下街，有点像是那种屋台的设计。但我觉得它问题并不是在它位于哪，也不是店大小，是它本身作为一个高单价的一个鳗鱼饭店，我觉得它的那个座位设计太挤了，它桌与桌之间太靠近的情况底下，而且它的桌板很小，我一个御膳就占了大概1/2快2/3的大小，所以我们那时候东西放上去就没有其他空间让我们再放手机了，那吃起来就变得有点绑手绑脚的。那再来是什么？是旁边人讲话我听得一清二楚啊，太清楚了，太靠近了，隔壁都听完了，我都不能够好好的聊天，我怕说旁边又是懂中文的人，然后可能就会知道我们在聊什么，就很尴尬。而且我就算不想听，也会一直被迫听到，因为真的太贴近了，所以你要么就只能选包厢嘛，可是包厢呢，你就必须要支付比较高的用餐费用，也不是一般人。我觉得他但凡只要把那个桌的间距再拉开了30公分，都可以提高它的这个使用条件啊。那在你吃这种店呢，你要特别小心，就是它里面就有炭烧味啦，所以你吃完身上一定会多多少少带一点这个炭烧的香气。大家都知道你去吃炭烧类型的东西，所以这也是小小的缺点，所以来扣一点分数。但鳗鱼本体呢是非常好吃的，真好吃，推真香。OK， 好，那小恩最后有要补充的吗？有要补充的吗？没有，对不对？那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干嘛呢？要点赞、订阅、加分享。没错，我们每个礼拜会准时更新影片。我是培生，我是小安，我们下礼拜见，拜拜，拜拜。